妖族元帅相柳，孟兄，靠你了！我靠，挖坑这事儿，我赵二狗说第一，没人说第二。你真他妈坑我！神魔体，孟川，本帅恭候多时了。该死，动不了了。这趟王都之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各怀心思的双向算计。赵二狗前一秒还对着燕镜拍胸脯，扬言要好好守护孟川，下一秒就转手把人送到了妖帅相柳面前。孟川早听庄生提醒，察觉赵二狗行踪蹊跷，却索性将计就计，既缺一个穿雾带路的向导，也想看看这市井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两人各打各的算盘，却都没注意到一袭重甲的地狱修罗正踏浪尾随，悄无声息地跟在了他们身后。在王都残破的城墙缺口处，孟川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横亘天际的巨大时空裂缝，以及裂缝笼罩下宛若鬼域的大越王都。整座都城死寂无声，曾经的繁华尽数掩埋在废墟与妖气之中。两人刚上岸就遭遇妖兽袭击，孟川干脆利落斩妖除害，赵二狗则麻溜的挖坑埋尸。你干嘛呢？嘿，毁尸灭迹呀！还能这样？嗨，挖坑这事儿，我赵二狗说第一，没人说第二。希望你别把我坑了。彼时孟川只当是这人油滑成性的玩笑，全然没料到这句戏言很快就会应验在自己身上。穿行在王都街道，随处可见游荡的妖族，赵二狗却熟门熟路的绕路前行，甚至能精准找到通往皇宫的地下密道。这份对王宫的熟人根本瞒不过人。结合大越皇室姓赵，他能操控龙脉之力这两点，孟川早已断定他绝非普通的市井混混，必然与皇室渊源极深。孟川的将计就计是天才的自信，也是天才的轻敌。你拿他当带路的棋子，他却早把你算进了自己的破局计划里。面对孟川的质问，赵二狗索性不再伪装，他坦言自己是国师云霄的关门弟子，天生能引动龙脉之力，只是修为尚浅，目前只能借用几分龙脉气息。他嘴上吹嘘着掌控完整龙脉就能对抗相柳，心里却比谁都清楚，连师傅云霄都拼到以身化龙，依旧没能胜得了相柳。区区龙脉之力根本杀不了妖帅，他真正的算盘是借孟川的手破局。赵二狗早就知道妖族悬赏孟川的事，也清楚能让妖族如此忌惮的人，或许是大越唯一的破局希望。引孟川来皇宫，打的是一石三鸟的主意，一来让孟川正面牵制相柳，他趁机深入寻找完整龙脉；二来若孟川真能斩杀相柳，大越亡国之危自然迎刃而解；三来就算计划失败，也总比困在城外坐以待毙强。话音刚落，地宫大门缓缓开启，恐怖的妖气喷涌而出，妖族元帅相柳就在门后。偷龙脉的贼子！扑面而来的威压瞬间吓得二狗瘫软在地，转头就撒腿狂奔，只留下孟川独自面对这场有生以来最绝望的战斗。更残酷的是，他甚至连召唤神魔体的机会都没有，便被相柳随意一击重创。这不是实力强弱的差距，是维度层面的碾压。你赖以生存的底牌，引以为傲的手段，在绝对的力量规则面前，连启动的资格都没有。故事并未在孟川的惨败中落幕，王都之外，尾随而至的地狱修罗已悄然登陆，他深不可测的实力以及追踪魔尊气息而来的目的，都成了这场死局里最大的未知变数。没人知道他是来斩妖还是来除魔，而赵二狗坑孟川不是坏，是绝境里的别无选择。他没有神尊的修为，没有号令一方的权柄，连守护百姓都只能靠挖坑埋尸的微薄之力。他耍小聪明，打如意算盘，甚至有点不择手段，可底色里藏的还是复国救民的执念。